在真宗朝之后，有一个壮族的领袖龙泉甫，自称为昭圣皇帝，建立了唐齐国夹在3个大国家中间，北方的宋，西面国大理，以及南面的越南的李氏王朝，瘴疠之地嘛，等于是个3不管地带。后来龙泉甫去世了，就由他的儿子龙志高在1041年即位唐齐国改名叫大厉国。他竟然想把他的力量扩充到整个岭南地区，攻占整个两广壮族在历史上真正跟中原王朝对抗，也就是这么一次而已，宣布成立大南国，仿照中原王朝建立文武百官的制度所以宋仁宗就急忙从西夏偷调部队回来了，敌清啊各位，所以几度攻击之后大获全胜，龙志高只好狂奔逃到大理国，大理国王把龙志高给杀掉了，给宋朝一个交代。到了宋仁宗时代，整个北宋的疆域才宣告完全确定。上次我们聊仁宗学长，很多人不服气仁宗到底是不是个好皇帝上一个呢，我们讲到说他是个好皇帝，但他到底好在哪里除了个性好之外，他的具体措施、具体所为又是如何？还有呢，我们上讲其实讲到了他在宋夏战争发挥我们虽然有败有胜，但最终还是逼着夏来议和了。可是除了东北边的辽朝西北边的西夏，据说南边也有打仗可以这么说北宋呢花了4代皇帝才真正安定下来自己的疆域就没想到从太祖、太宗、真宗到仁宗，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成就仁宗相当重要的一环那这个战争呢，就是对于西南的大南国战争或者呢叫做农志高之叛乱那农志高是谁呢？学长，我们是讲一下这个精彩的故事好，我们讲一下，对北宋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安定了南方的疆域尤其是宋仁宗朝的时代。我们先讲一下当时的两广地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两广在5代十国是属于南汉国的疆域但是后来南汉国被北宋所征服。其实我们就当时宋朝初建的时候对南汉国的战争，我们发现宋军大概就只有安定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一带，所以它并不是完完全全对整个南汉国的疆域用兵。我可以告诉各位，南汉国的疆域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两广到湖南的南部的一小部分所以大概就是打到今天的番禺，就是消灭了南汉国之后，那宋军就没有继续再往西深入所以整个广西地区当时北宋称作所谓的西南夷就设了大量的羁縻州。什么是羁縻州呢？就是这一带的部落他们受到宋朝的册封，但是实际上宋朝并没有派官吏进行直接的管理这种状况就持续了相当久。各位一定会觉得奇怪，那之前的宋朝皇帝怎么会允许这种情况那么久？很简单各位应该可以想得通，因为宋朝这时候国防压力在北方嘛，所以他几乎所有的精兵良将都集中起来对付北方那2个非常强大的敌人我们上礼拜讲到西夏的战争，其实西夏虽然不算是个大国，可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宋军在几个关键战役如果真的输掉的话，整个关中地区就没有了。其实这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对宋来讲，即使对西夏这样一个看起来不算是非常强大的敌人，也不能够小觑。所以宋朝基本上对南方就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去管这个情况大概到了真宗朝之后，状况慢慢就改变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今天广西一带是壮族自治区嘛，是不是？在真宗朝之后，有一个壮族的领袖叫龙泉甫，就在广西的广元州这一带，就是今天广西的晋西田东这一带逐渐的崛起，靠近越南这里。对，没错，他慢慢并吞了周围的一些小部落把他的势力不断的扩大在1029年，他就在当地有宣布建国，建立了历史上叫长齐国又称长生国而且他自称为昭圣皇帝。各位注意他称帝了封他的儿子龙志高为南牙王。龙泉甫曾经一度向南方的大渠越，就越南的李朝称臣，但不久之后又独立。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图，其实就很清楚。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所谓的长齐国，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西南夷还有羁縻州这一些地区独立之后，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它是夹在3个大国家中间，对不对？北方的宋，西面另外一个西南的大国大理，以及南面的越南的李氏王朝，是夹在3个大国。交趾李氏就是这个李朝的意思。对，没错，就是李朝。中国人习惯称它为交趾因为他们穿夹脚鞋嘛，所以称为交趾，这是主要原因。
所以它夹在这3个大国中间，等于是个3不管地带嘛，懂不懂？交通又不好，对，有去过广西就知道，广西在古代交通肯定不好，到处都是丘陵、河流、峡谷，都是这些东西哦。再加上在古代这一带都是这个茂密的森林啊，对汉人来讲就是瘴疠之地嘛，就是很不容易进去的啊。对，所以壮族领袖就在这个地方，竟然就称号建国了哈。各位，他在1029年就称号建国，但实际上你看，宋朝到了1045年之前，基本上对他没有什么管。各位还记得吗？1038年之后，宋朝在干嘛？就在对西夏作战，对不对？所以宋朝对这个地方其实不太对，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地方宋朝就没有怎么管他哈。后来龙泉福去世了，就由他的儿子龙志高在1041年即位啊。龙志高一直到今天在广西都还是地方上的传奇人物啊。壮族认为他是一代枭雄，这个人也的确是一代枭雄。我们知道壮族在历史上真正跟中原王朝对抗，也就是这么一次而已。他改国号，把他父亲的长崎国改名叫大立国，而且还跟南方的越南的李朝发生了战争啊。我们知道，实际上越南的李朝是颇有野心的哦，各位。我们知道越南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在独立，他们也一直想把他们的疆域扩充到我们刚刚讲不管地带里面去啊。龙志高除了跟李朝发生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啊，到了1045年啊，龙志高就攻占了今天广西的德安州这个地方，又把国号改名叫南天国啊。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国号一直改？原因是因为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国家嘛，对，所以他国号一直改，叫南天国，年号景瑞，再度跟南方的大渠越，就是我们讲越南的李朝，又发生了几次战争啊。到1048年之后啊，龙志高才几度击退了越南李朝的军队啊。其实他打败越南李朝这件事情，对这个政权本身来说是个大事。为什么呢？因为表示他在南方的敌人就暂时威胁不了他，他就免除了多面受敌的状态啊。隔年1049年，龙志高就开始了向四周啊，尤其是广东开始发动他的进攻，扩张他的疆域啊。各位，如果龙志高他就在广西的山里面当猴子当王的话，我看北宋大概也不会理他，就跟我们上次讲到李元昊一样啊。如果他就当个国王，宋朝大概也不太会理他。没有想到他竟然想把他的力量扩充到整个岭南地区，攻占整个两广啊。宋朝就不能不理了。后来在1052年的时候，龙志高以5000人的兵马啊，攻陷了当时在广西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州县，叫做雍州哈。攻占了雍州之后，他就自立为帝哈，宣布成立大南国。你看，又改了年号哈，而且还开始仿照中原王朝建立文武百官的制度哈。他一路势如破竹哈，当时广州叫做番禺哈，打到了今天番禺的外围，围攻57天，非常危险。如果这一次他把番禺攻下，就表示整个珠江三角洲就全部拿下了。这时候号称有兵5万人，而且席卷整个广西各地哈。当时他还准备要派兵北上攻打湖南，打到这边对宋朝来讲就不能不管，再不管整个南部就丢掉了啊。所以宋仁宗就急忙从西夏开始抽调部队回来啊，其中任命了一位将领为枢密副使啊，亲自率军南征龙志高啊。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狄青啊，各位，我们在歌仔戏里面常看到他，对不对？这个形象感觉也是受到戏曲影响啊，画出来。没错，这个是清代的画家画的啊。对，没错，因为狄青是在北宋中叶来讲重要的一个将领。这边我们就稍微讲一下狄青吧。狄青简单说啊，其实他4代为官啊，他们家祖上几代也都是武将啊。但是狄青真正开始有了赫赫战功呢，是从1038年之后，他到西夏，就是到今天的陕北啊，从一个基层的军官做起。我们知道1038年、39年、40年、41、42年连续几年，北宋跟西夏就发生惨烈的战争嘛。据说狄青在每一次重要的作战当中，他都有参加啊。从一个基层的士兵开始做起，逐渐做到招讨使、安抚使啊。尤其是大概1041年之后啊，他被韩琦、范仲淹2人所加冕啊。据说狄青每一次作战的时候，脸上要戴上铜制的面具，披头散发冲在最前面，作战非常的勇敢。他身上曾经8次被弓箭射中啊。据说只要是狄青在的地方，士气就特别高昂，然后他作战非常的勇敢，然后奋勇杀敌啊。所以他的官衔就一直攀升。范仲淹跟韩琦很欣赏他啊，上书给皇帝，称他的此良将才也啊，待他甚厚。范仲淹还以他的老师自居，所以你看这些士大夫打仗不行，但是好为人师的啊，每天晚上教他读《春秋左氏传》啊，让他
知书达理。不过据说狄青非常佩服范仲淹，真的把他当老师一样哈。然后他也接受范仲淹的教诲，范仲淹告诉他，你以后就是方面统帅了，你不能再是一介武夫，对不对啊？到了1042年之后，他就被拔擢为秦州刺史。哇，各位，武人在士大夫绝对被注重的年代里面，能够升为刺史哈，相当于今天大陆来讲，就是地级市市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科举功名这件事是很严重的。对，他没有功名哦，他完全靠战功啊。他后来又被升为延州总兵，延州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延安嘛，整个陕北地区防御重点他等于是成为一方面统帅了。不过后来我们到1052年，因为农志高实在是太厉害了，几乎要把整个两广全部都打下来，所以当时宋仁宗就问朝臣问了谁呢？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庞太师庞吉到底谁可以到南方把南禅的农志高把它解决了？庞吉立刻就推荐枢密副使狄青习在臣麾下，其臣勇有策略可属以南方事。庞吉就推荐狄青到南方担任统帅，负责把这件事情搞定狄青立刻就上任了以枢密副使的身份带领这个大军南下担任狄青的前锋军官的是一位20多岁的小将，叫什么名字呢？也是我们在寡体当中常听到的，对不对？杨文广这杨家将第3代。各位有发现戏曲对宋朝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内忧外患，再加上人才很多嘛，所以特别戏剧化，对不对尤其在仁宗朝。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印刷术的发达，对，没错，所以笔记特别多，而且这个教育程度高嘛，国家又富庶，所以呢，几乎家家族族都出读书人，所以大家特爱写，所以大家知道宋朝的拜官也是特多的特别多，各种笔记嘛。地方记载一大堆狄青跟杨文广等人就带领了宋军根据记载，马步军加起来也有6、7万人其实也是很庞大的一个军团。不过你要想象，各位，他是从陕西这一带到广西来作战的，从帝国的最西北疆到帝国的最西南疆，是非常辽远的作战据说一接触的时候，其实战况也不是那么有利杨文广还一度被包围在广西这里不过后来宋军逐渐就占了上风了，因为据说农志高作战比较没有像西夏人那么样的难缠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的落后所以几度攻击之后先在广西昆仑关发生了一场双方主力的对决。这一战宋军大获全胜。根据宋史记载，追奔15里，斩首2200余生擒500人农志高麾下有将领57人战死这个大败，包括农志高的亲戚农建侯、农志忠等人纷纷战死。其实2000多人被打死，农志高应该还可以再打几个回合，对不对？就不是整个广西的壮族各部落纷纷投降，农志高只好狂奔逃到大理国去了。不过各位，逃到大理国他也没有好下场因为大理国跟宋朝的关系很好，大理国完全没有参与这一仗。不过农志高跑来，一开始的时候大理国也接受他的投降，但不久之后大理国王段思廉就把农志高给杀掉了，等于是给宋朝一个交代，这场仗就结束了各位你看他的父亲从1029年开始称号建制，等于是叛乱一样，一直到1055年，这场在南方的动乱也持续20几年各位。不过从此之后，两广就再也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动乱了整个一直到北宋结束，甚至到后来的南宋时期的100多年也是一样，南方基本上就很安定了。这我们必须要称赞宋仁宗在这次事情上处理的还是不错的而且他重用真正知兵的狄青，也很顺利的把南部的问题给解决掉。不过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大理国最后愿意帮助宋朝把这个问题全部结束，也代表当时宋朝的对外关系基本上还是很成功的跟当时四周围国家都有很良好的一个互动那南方安定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确定的讲，到了宋仁宗时代，整个北宋的疆域跟边界才宣告完全确定，这对整个北宋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OK， 是稍微补充几个一个是雍州为什么重要？其实雍州就是今天南宁这里南宁已经是今天广西的省府了嘛，所以它是有相当重要性的，而且当时也是属于开发的更好因为本来农志高在深山老林里面，对于宋朝来讲最不能忍是当然你打到广州嘛。在广州在唐朝就已经是一个
开发的非常好、很兴盛的城市哦，商贾巨繁非常的多啊，所以这边呢，仁宗很多事都能忍哦，但是不能忍的时候，他也会果断处置哦，在这个方面呢，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决断力哦。